所以姐夫成了。不是你给我看看你现在这副嘴脸，你照着镜子看看。看来还是我想多了。你虽是未嫁妇，但依旧还是乔家女。姐夫击败薛泰，为魏国除去一大威胁，本来就是美事一桩。插上乔家旗也没什么不妥啊。乔魏本是一家，南军也不会攻打乔家。还是说，南军与我成婚就是一场表面功夫，所以才在盘邑屯了兵？我说不过你，你就这张嘴厉害。我在这儿就只有一张嘴，你一张嘴就够气死我。我先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不过你记住，别以为占了一个咽喉之地就可以蛮横起来。我会永远在你们乔家人脖子上架一把刀。女君，那魏良一看见我就撒邪火，说南军告诉他别靠近咱们乔家人，要不然会变傻。哎，你听听他们说的啊，这都什么话？他说的也没错呀。然后他们气得要出兵了。出兵去哪儿？说是去孝冈。春娘，哎，张仆什么时候回康郡？玉君，张仆上次来玉郡之后就大病了一场，近日应该病还没有痊愈。叫他来见我。是。先生回燕州的时候，可否帮我绕个道去趟博雅，给长姐传个口信？啊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。女君不能直接写封信寄过去吗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需要你当面讲给姐姐姐夫听，替他们分析拆解。啊，如此。女君请讲。今日魏少已经出兵去攻打孝冈了，就是为了牵制住博雅。其实，在我们燕州境内有一地，名叫连城，离孝冈也很近。走山路的话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你告诉长姐，让姐夫开山采矿，具体的地点我已经在图上标出来了。开山采矿。魏少之所以看重孝冈，就是因为他背靠险山，易守难攻，可以牵制住博雅。可如若我们在此地挖一条密道的话，那燕州的兵马半日内就可以抵达孝冈。如此一来，孝冈就是我们燕州的囊中之物了。太夫人，女君到了。祖母，人送走了，都走了。坐吧。会下棋吗？会下，但是不精。下棋是门学问，初学者总是一心想多吃对方几个子儿，把对方杀光，所以最后落败。想赢的，就要让着对方一点儿，但是其中的分寸需要揣摩。如果两不相让，步步紧逼，最后就会形成僵持状态。尽管最终都有输赢，但是局面上不好看。孙媳谨遵祖母教诲。你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棋的吗？是夫妻相处之道。我与南君不是敌人，而是盟友。但可能孙媳确实不擅长围棋。
过去都是我送仲林出征，现在你带我送，尽妻子之责，我很欣慰。但是我希望的是，从今往后，仲林不再出征。你知道"不再出征"这4个字的真正含义吗？孙喜明白。当年你祖父求亲的时候，给我写过一封信，忏悔他当年的所作所为。我恨你的祖父，因为他的背信弃义，使我痛失了丈夫、儿子、孙子。可是人死了能够复生吗？就算是我现在灭了乔氏全族，我们过去的伤痛，心里的伤痛，能够减弱半分吗？只是倘若你和仲林的婚事能够化解仇恨，能够使仲林去除疯魔，他的余生不再在哀悼当中度过，我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祖母，是孙喜让你失望了。罢了，凡事需要过程，我们慢慢来吧。主公，孝刚一战大获全胜，给那梁牙国的刘演敲山震虎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凡事不要只看表面。在孝刚屯兵，也不只是为了震慑梁牙国呀。除了加强孝刚的兵马，我还有4件事要交代一下。是。第一，加强梁牙国与孝刚边境的人马巡防。主公英明果断，梁牙国一直虎视眈眈。这第2，随时监控燕州与伯牙的兵马来往。主公思虑周全，须得防范伯牙来犯。这第3，加强所有边境哨岗的人马布防。主公深谋远虑，时刻提防各州动向。这第4，主公，这第4件事是什么呀？第4，把我的被褥搬回主卧，我要与乔女寸土必争。干什么玩意儿？说进就进呐？有没有规矩啊？这是南军和女军的寝卧。以前不管你们是常来还是常往啊，以后没有传唤，不准进来。哼，我们自己不搬进去，还让你们搬？你刚刚不说了吗？这是南军和女军的寝屋，南军以后准备搬回来住了。来，接一下，碰着，碰着。哎，你压女军被子了！你下！你干嘛呀？这是女军的书简。下来！干什么呢？这是你碰女军书简干什么？不是，你们女军一介女流还知道看书了？我们女军3岁识字，5岁诵诗，怎么不看书了？啊，好，把这些杂书放到梳妆台上，反正主公也不用。是，这不用梳妆台。你说的跟南军不要脸似的。哎，剑我觉得就放这儿吧，这儿挺合适。你还在这儿放把剑，南军练剑呀？哎呦。
我们主公可不仅练剑，杀人还痛快呢。主公的衣服放哪儿？这个，还有那边那个，都是女军的。南军就给这个吧。这么小啊？不是，你们女军咋这么多衣柜？这是把燕州都搬过来了吗？你们4个没成过家吧？哪家的衣柜不是女主人的东西多呀？是郎，他说的对。你们说小桃姑娘脾气那么暴，那以后能嫁出去啊？她什么样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操心她婚事干什么？啊，不是，你们别忘了，她以后可是要许给我们的。不是许给我们其中一个，我不许啊！我也不许，我还用说吗？去，叶草棍吧。哎，行了。哎，不是抓阄了吗？人了。女军你是没看着啊，那几个人跟抢地盘一样，寸土必争啊！哎，就非得分清哪块是男军的，哪块是女军的。那男军女军在一个屋里住着，哪能分那么清？这就叫阎王爷好伺候，小鬼难缠呐。先前祖母提点过我，有的人进一步就要有人退一步。我已经在伯牙插上了乔家的旗，他想在别处找回来也无可厚非。先把南军的东西归置好吧。那这被褥就先这么放着。你干嘛？我看南军睡得不安稳，怕是烛火太亮了，所以想把烛火熄灭。别熄烛火。以后睡觉的时候，多穿件衣服，休想用美色来诱惑我。我堂堂威侯，岂会为美色所折腰？我没有这种想法。你的话得反着听，你说没有，那就是有。那南军这么说的话，就当我有吧。哼。先生请。主公，我这科级未愈，实在是不忍主公深夜对饮呐。那你就在这儿坐着，陪我待一会儿。主公，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讲给至亲至爱之人的，没必要事事都自己扛着。
但是我没人说，也没人懂。都怪南君梦中杀人，害得女君觉都睡不着了。哎，还说你色诱他，真是冤枉人。他是怕我害怕，故意这么说的。女君倒是总替南君开脱啊。他也就是嘴上说说，也没对我做什么。算了，你去帮我煮些红豆羹吧。南君，怎么这么黑呀？南君，听说威侯会梦中杀人，睡觉从来不让旁人靠近。南君，小子，别走，别走。你怎么了？你怕黑啊？没事的，没关系的，我在呢。没事的。别怕，我在。常言道，进退之间能往复，便为圣人矣。但进退有度，一不小心就会越了界。受人之侮，不动于色；察人之过，不扬于他。这相处之道，女君应该比在下更清楚。军师说的是君子之交，那夫妻之道呢？女君与主公相处，亦是如此啊。
一直以为南君会因为伯牙一事迁怒于我，但几日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他并没有此意，反而让我不知所措了。主公自幼便登上家主之位，在仇恨中长大，如今有时会冷待女君，也是在所难免。女君受委屈了，但我随主公征战多年，他的脾气秉性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。那军师觉得南君是什么性子？嘴硬心软，胸襟宽阔，否则也不会容纳女君留在余郡了。如此说来，确实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多谢军师提点。拜见婆母。婆母唤儿媳来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我听账房说你动了烛火的开支啊？啊，现在屋中用的是黄蜡，我想换成蜜蜡，这样光线亮，烟雾少。胡闹！这仲灵在外面辛苦奔波，就养着你在这游手好闲的是吧？你不体恤他也就罢了，还在这要东要西要这要那的，看来啊，这媳妇就是不如娘，自己的儿子啊就得自己疼。婆母，我看过府上的账目，每个月的烛火钱是有结余的，不用多添钱。主公，女君又给燕州写信了，这回没有请示你，我直接给扣下了。你看。伯母，满满近日夜里怕黑，睡眠不稳，想请伯母将燕州安神醒脑的药方手抄一份。就这啊？还琢磨了半天，不对，这里有暗号。哎，如此没有规矩，都散了吧。有暗号。余郡城里一共就几家卖蜡烛的，这大的、小的、粗的、细的都在这儿了。女君，这府上蜡烛有很多，为何要煞费这番苦心呢？哎，这个蜡烛不行啊，这烟太大了。是这个，小心烫啊！但这烛火太跳了，晚上睡不安稳吧？哦，那也有可能。南君回来了。南君，干什么呢？哦，府里的蜡烛烟气大，闻着呛，晚上读书的时候对眼睛也不好，我就想着换一批。你我不是寻常夫妻，保持表面安稳即可，千万别动你那些小聪明，想窥探我的隐私，大惊小怪，搞得府里人尽皆知的。我就是换了一批蜡烛而已，没有窥探你的隐私啊。如此最好。这些蜡烛都是我们女君自己花钱买的，又没花南君钱。明日我让账房送些银子过来，我偌大一个魏国，还差你几根破蜡烛不成？听说伯牙本就是魏国的囊中之物，却因为乔氏史记插了乔家旗，太夫人很生气，特意要乔女训了好一会儿话呢。对呀，
既然他做了这不分里外之事，这婆母啊一定不能容他。再说了，仲林跟他成婚已经超过3个月了，就不算新婚了。这纳妾也就不算忤逆婆母了。纳妾的事，表哥也是点了头的。姨母何不直接去找乔女，让她认了这门亲，自己去和太夫人说。乔女现在理亏，量大也不敢拒绝她。这是仲林跟楚玉的合婚书，下月5号是个好日子，你快去准备准备过礼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问问南君的意见，切不敢私自做主。你是不敢做主，还是不想纳妾呀？这魏氏主家就剩下仲林一人了，全家上下都在等他延续血脉，可你正在孝期，怎么能让我们魏家开枝散叶呀？那妾就实话实说了，纳妾一事，妾已经问过南君了，不管是南君还是祖母，都不同意。你又拿祖母和南君来压我啊？行，那我今天就给你敞开说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仲林不愿意纳妾，就是你在背后撺掇的。我不跟你计较你背后的弯弯绕，只要仲林纳了楚玉，别的事由你做主。伯母聪明啊，确实是我一直在背后劝阻南君。我第一次见到南君的时候，就被他的男子气概所折服。他不计两家世仇，在新都待我极好，我就知道他是心怀天下，心胸宽厚。后来在盘邑，他救我于水火之中，那个时候我就暗自发誓，要陪他一生一世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谁愿意听你那女儿心事啊？婆母，要怪就只能怪我对南君用情太深了，我实在不想跟别人分享他。你说我善妒也好，说我泼辣也罢，你说哪有刚过门几个月的心腹就看着婆母亲自帮他纳妾的道理啊？要不你责罚我吧，反正就算我死，我也不能让那个证书进了我的家门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打住了啊！南君找妾有何事？听闻你跟母亲说，心悦于我，此话当真？啊，我那不过是为了顺应南君心意，无奈之举罢了，南君不必当真。我的心意，你就不怕母亲怪罪于你啊？我只是不想让南君做不想做的事情罢了。南君身为一家之主，危国之主，理应事事都由你做决策。南君若是想拿证书的话，那我也拦不住。但若是你不想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让旁人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。你这张嘴除了会伤人，倒也挺会哄人的。我就当南君是在夸我了。不过你得记住了，你我并非寻常夫妻，今后绝对不可用美色引诱你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好。这乔女真是不知羞耻，竟然拿这种理由来搪塞我。楚玉恳请姨母，还是将我嫁人吧。哎呦，楚玉，楚玉会记住姨母，日后时常回来看望的。哎呀，楚玉，哎呦，楚玉，
你走以后就留下我一个人，成天面对婆母也就罢了，现在又加上乔女，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啊？你说我这日子该如何过呀？那事到如今，姨母还有什么法子可想？不可啊，姨母。楚玉啊，我也知道，这样有点难为你了。事到如今，只剩下这一条路了。你若不走，姨母也帮不了你了。那楚玉，都听姨母的。